过来拔一颗油麦菜。这个现在还是特别嫩，比较适合生吃。一会儿调一点麻酱，把它蘸着生吃了。剩下的菜叶子就直接喂鸡就好了。一大早就有4个鸡蛋。这是我们之前散播密植的这种青江菜，自己种植的这种直播散播的小青菜，边见苗边拿来吃，这样既能吃上比较鲜嫩的小菜苗，然后后边稀疏了之后，也能长出比较大颗的青江菜，这样能使整个菜苗的收获期延长的特别长，基本上可以有1个月的收获期。从这种密密的菜苗能吃到最后剩下的单颗的比较大颗的菜苗。如果前面这批吃完了之后，后面还有这个隔2到3周重新种下的新的菜苗，然后就可以一轮又一轮的交替下去，一直都会有这种鲜嫩的小菜苗来吃。这边散播的这个菠菜也到了可以食用的大小了。看看下过雨之后，上面有了露珠之后，看着多鲜嫩啊！这种鲜嫩，这种美味是不种菜无论如何也体验不到的。因为外边超市也好，农场也好，或者其他地方也好，你根本买不到这么鲜嫩、这么好吃、随时可以采摘的蔬菜。旁边这个茴香也开始发力了，后边肯定是很快就可以吃上茴香馅儿了。最喜欢的就是用茴香包饺子了。这种密植的生菜也是长得相当的鲜嫩，看着就让人流口水。今天早上已经摘了足够多的菜了，所以就先放过它们吧。前一阵子天气太热了，这些早春种的娃娃菜都已经开花了。基本上春天种的娃娃菜、白菜啊，最后很快就会抽台开花。不过我们今年棚里面种的白菜还不错，都已经包芯儿包的比较实了，可能是种的比较早，因为在棚里。看这些，其实早的时候抽出来菜苔也是比较鲜嫩的，我们把很多菜苔都摘下来用来炒了。外边种的白菜，这种大白菜应该是大概率是包不了芯儿了，这个应该很快就会摘下来，当成这种散叶的白菜来吃掉了。这边还有我们前几天移栽的豆角，这些都是。然后像这种直接在外边点豆种下的豆角，也已经长这么大了。这是在户外的去年移栽过来的大葱，很快就可以收种子了。看看又高又大，长得非常的好。然后这个地里边还有之前种土豆遗留下来那些小土豆，现在也都发芽了。另外我们为了节省空间，把那些密植的青江菜也移栽过来一部分，这个过2、3周应该也能长得很大。因为我们这儿有一个自己搭的架子，所以我们打算今天或者明天把一些苦瓜也种在这儿，这样就可以最高效率的使用这块空间了。这边这块地还没整理，这个大概花5分钟、10分钟把它整理一下，然后也可以把苦瓜移栽到这儿。这个是棚里的春天栽的大白菜，现在包芯包的已经很不错了。哇，用手捏了一下，非常的瓷实。这颗也是，这儿还有一颗，这颗包的也比较瓷实了。
油麦菜大部分已经采收用来吃掉了，还剩下几颗没来得及拔掉，现在已经要开花了。这个基本就不要了，我们会拔下来喂鸡。然后这个是牛心甘蓝，我大概也就是3、4天没过来看它们，然后就被蝴蝶飞进来，应该是生了一些菜青虫了。我一般在外边大地种植，如果种的量比较多的话，我会用一些有机的杀虫剂。然后像这种在大棚里边稍微有一点点这个菜青虫迹象的，我们有机杀虫剂也不会再用了，因为比较少嘛，所以就用手稍微除一下菜青虫。所有的除虫剂多少还是有点伤害的嘛，能不用还是就不用了。另外像这种其实包芯包的已经比较瓷实了，它只是春天种的这种甘蓝，尤其在棚里边，可能天气比较热，估计后边也不会长太大了。所以我们基本上会在虫子把它祸害了之前就会摘掉。这个其实现在可以采摘了，还是比较嫩的，而且包的也比较瓷实了。这边这一大片的莴笋地现在还剩下几颗，大概剩下个10颗左右吧。今天我们也把它全部拔掉，这块地就可以清理出来了。这种撇兰也基本上算是完全成熟了，有一些叶子已经发黄了。这些在1周之内我们也会把它拔掉，所以在5月份我们这个大棚会腾出比较多的地方。然后这一片白菜、圆白菜还有这个撇兰这个地方，如果都清理干净了，我们会拿它再继续种黄瓜。看这第一批的黄瓜已经长这么高了，我们刚刚过来摘菜的时候，还顺便把这些侧芽呀，还有长在最底下的花儿也都稍微打了打。像这种长在比较靠下的这种花芽，其实也应该都打掉。这种，然后还有这种长出来的须须，这些都是消耗养分的。现在这黄瓜已经有一点点生蚜虫的迹象了，我等下会用我之前配的这个有机杀蚜虫的这个杀虫剂来稍微喷一喷。基本上就是尼木 oil 苦楝油加上肥皂水这样一个溶剂，其实喷一喷效果是非常好的。这个萝卜基本也拔得差不多了，现在只剩下2颗了，刚刚早晨还拔掉了1颗。春天种的萝卜还是超出自己的想象，超出自己的预期的，长得非常的大，也非常的好吃。